新加坡共享脚踏车总配额正式提高到6万辆。真正值得你注意的，不只是车变多了，而是通勤体验可能开始变了。这次变化的重点不是把更多车丢到街上，而是要把那段最难受的路变得没那么难受。很多人在新加坡上班，最消耗体力的不是整段通勤，而是从祖屋走到 MRT 那10几分钟。太阳很早就出来，湿度又高，走到站口已经一身汗。所以这次配额扩容背后，更关键的是业者开始测试无电自动换挡这类新设计。它瞄准的不是炫技，而是热带城市最现实的通勤痛点。今天我们就拆开来看，这6万辆共享脚踏车到底会不会让你的通勤更顺。先说一个背景，新加坡今天会把共享脚踏车管得这么细，不是因为保守，而是因为已经踩过坑。2018年前后，共享脚踏车市场一度非常混乱，车辆投放太快，回收和维护跟不上，人行道、祖屋底层、排水沟边，到处都能看到乱停乱放，甚至废弃车辆。O-Bike 推出之后留下的大量烂摊子，很多本地居民都还有印象。那次之后 LTA 的态度就很明确了，共享脚踏车可以存在，但不能再走无上限扩张那条路。所以后来引入了执照制度、停车区管理、违规扣分，还有车队配额。简单说，政府不是只看你能投多少车，而是看你有没有能力把这些车管好。这次总配额提高到6万辆，也不是一个随手写出来的数字，它代表的是在现有道路、祖屋区、指定停车格和管理能力之下，系统认定还能承受的规模。现在市场格局也比早年稳定得多，主要就是 Anywheel 和 HelloRide 两家。公开信息显示， Anywheel 获批3万5千辆， HelloRide 获批2万5千辆，合计正好6万辆。 HelloRide 的执照也延长到了2028年。这说明什么？说明 LTA 现在的治理重点已经不是清场，而是筛选，谁更合规，谁的调度更稳，谁能减少乱停放和损坏率，谁就能在这个市场继续做下去。所以这次扩容看起来像是交通新闻，实际上更像一场精细化治理进入下一阶段的信号。接下来要比的不只是规模，而是谁能把最后1公里做得更顺手。这里有一个很多人会直接想到的问题，既然新加坡天气这么热，为什么不干脆上电动助力脚踏车？这样不是更省力吗？表面看，这是最直接的答案，但放到新加坡的监管环境里，事情没这么简单。电动化确实能降低体力消耗，欧洲不少城市也在这样做，像巴黎的共享单车系统就有相当比例的电动助力车，适合较长距离和起伏路段。可新加坡面对的是另一套约束条件，第一是电池安全，只要涉及充电、仓储、维修和高频流转，消防风险就会明显上升。第二是速度和路权管理，共享工具一旦更快，和行人、自行车道、公共空间之间的摩擦也会增加。第三是运营成本，电池维护、换电、损耗、充电站安排都会把管理复杂度往上推。对一个本来就强调秩序和可控性的城市来说，这不是小问题。所以你会发现，新加坡这次没有走大规模电动化，而是选择了一条更克制的路，用机械优化去解决体感问题。HelloRide 最近试行的新款自动换挡脚踏车就是这个思路。公开信息显示，首批大约200辆，先做本地测试。这类车的关键不是加马达，而是把骑行时最费力的那几个瞬间处理掉，比如红绿灯起步。普通单车如果档位不合适，第一脚会很重。再比如祖屋区常见的缓坡、桥面、地下通道出口，速度一掉下来，人就要更用力踩。自动换挡系统会根据车速变化，自动切换到更适合的齿比。起步时用低档，让你更容易把车带起来，速度稳定后再切到高档，维持巡航效率。整个过程不需要电池，也不需要你手动拨档，它本质上是在减少不必要的体力浪费。对新加坡这种高温高湿环境来说，这种改善其实很实际，因为很多人不是不能骑，而是不想骑到满身汗。只要把起步、
缓坡、短距离接驳这些最容易劝退人的环节做顺一点，使用意愿就可能明显提高。这里还有一个很重要的点，自动换挡不是为了让你骑得更快，而是为了让你更愿意骑。这和电动助力的逻辑不一样，它追求的是低风险下的体验提升，而不是性能拉满。对监管部门来说，这样的技术路径更容易接受；对业者来说，也更容易大规模维护。对通勤者来说，最大的变化可能就是一句话：从祖屋到地铁站这段路，终于没那么折腾了。所以这次扩容真正值得观察的，不只是车多不多，而是这种更贴近本地气候和监管条件的微创新，能不能跑得起来？如果这批测试反馈不错，后面共享脚踏车的升级方向很可能就不是更快，而是更省力、更稳定、更适合新加坡。如果把视角再拉高一点，你会发现共享脚踏车在新加坡的角色一直都很明确，它不是为了替代地铁，也不是为了让你跨区长途骑行，它真正要补的是公共交通网络里最容易被忽略的那一小段，也就是最后1公里。新加坡的 MRT 和巴士系统已经很密，但再密也不可能每一栋祖屋楼下就是站口，很多居民从家门口走到地铁站还是要10分钟到15分钟，有些地方白天晒，晚上赶时间，下雨天更麻烦。问题不大，但每天都发生，久了之后，这段路就会影响你到底愿不愿意搭公共交通。共享脚踏车的意义就在这里，它把原本有点拖沓的一段步行压缩成几分钟。对上班族来说，早上少流一点汗，晚上少走一点路，体验差别其实很大。所以这6万辆车的价值不在于城市里多了一种交通工具，而在于它把祖屋区、邻里商业点、巴士站和 MRT 站之间串成了一个更完整的接驳网络。你会发现它的主战场不在 CBD， 而是在 Heartlands， 在大家每天真实生活的地方。不同业者现在也在往这个方向做细分。 Anywheel 这边今年比较明显的是做功能上的贴近生活，比如部分车辆加装儿童座椅和手机架。这个动作看起来不大，但很符合本地场景。早上家长送孩子去 PCF 幼儿园，之后再去 MRT 站，下班从地铁出来，顺路去 Copisham 或者邻里商场买晚餐。手机架对需要导航的人更方便，对一些短途配送使用者也更实用。也就是说，业者现在竞争的不只是覆盖率，而是谁更懂新加坡居民每天怎么移动。这个变化和政府长期推动的 CarLight 愿景其实是同一条线。CarLight 不是一句口号，它的意思是让不开车也能把日常生活安排得很顺。要做到这一点，不能只靠一条地铁线，也不能只靠修更多路，你还需要把家门口到交通枢纽之间的断点补上。共享脚踏车、步行网络、PCN、巴士接驳，这些看起来很碎的环节拼起来才是完整体验。所以从政策角度看，这次扩容并不是单纯鼓励大家多骑车，而是在继续把一个更少依赖私家车的生活方式做实。只要最后1公里足够方便，更多人就会愿意把开车留给必要场景，把日常通勤交给公共交通加微出行，这才是新加坡真正想推动的方向。所以回头看这次6万辆共享脚踏车扩容，重点不是数量本身，而是方向变了。新加坡现在要做的不是把共享脚踏车重新做成一门拼规模的生意，而是把它变成一套更稳、更可管，也更贴近日常生活的通勤补充方案。从 LTA 的配额制到业者测试自动换挡，再到儿童座椅和手机架这类细节优化，背后其实都是同一个逻辑，在规则之内把最后1公里做得更好用。如果你住在离 MRT 还有一段路的祖屋区，这类变化你会最先感受到。你也可以在评论区告诉我，你现在通勤最卡的是哪一段？你会愿意骑共享脚踏车去接驳地铁吗？或者你更关心乱停放、维修状态和收费问题？你的真实体验往往比宣传词更有参考价值。如果你想继续跟进新加坡政策变化和本地热点，我会继续用这种方式帮你拆清楚。觉得这期有用，订阅频道，顺手打开小铃铛，